男性一定不要对任何女性非常上头。你记住了，是任何女人，不管你多么喜欢这个女人，你一定要克制，你不能够表现出来。你如果一旦表现出来，你对这个女性非常的痴迷，非常的上头的话，那么你一定会受制于人，也就是你会处处被动，你会被她牵动你的情绪，牵动你的思绪，你会为了她某一些对你的反馈，你会无心烦躁，得到回应了你就会满足，没有得到回应你就开始焦虑，你开始患得患失，一定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状态。有时候你会丢掉自我，而这一点往往是一个女人最容易看不起男人的地方，因为在女性的基因里面，她是没有忠诚可言的。忠诚这个所谓的因素，或者这个文化，是男性基因里面塑造出来的。所谓的君臣父子要忠诚，三纲五常等等，都是男性给这个社会文化当中所塑造的一个特点。为什么？这是源于男性的基因所决定的。我之前就讲过，一个女性不管跟任何一个男人结婚，或者跟任何一个男的去发生任何关系，如果说她怀孕了，生了孩子，甭管这个孩子是跟哪个男人生的，但这个孩子一定是她自己亲生的。而男人就不同了，即使一个男人你再有权势，再有能力，你接触了无数个女的，但是这个女的，她如果跟你在接触的过程当中，她怀孕了，你能担保这个孩子一定是你的吗？你没有这个保证的能力，你也没有这份自信。为什么？这就是基因决定的。因为生育权是在女性手里掌握着的，就是孕育生命的，这个功能是在女性身体上面的，这个是女性在整个社会当中一个重大优势。很多人会觉得不以为然，甚至对我嗤之以鼻。今天我这样去解释，你们能听明白了吗？也就是这就是大自然赋予女性同这个社会当中，或者这个世界当中，这个自然法则当中竞争的一个有利的资源。说到这里，有些人可能要抬杠，说怎么可能只为男人需要女人忠诚，女人不需要男人忠诚的。你记住了，女人是不需要的。女人所谓的忠诚是什么？是希望这个男人给她提供持续的价值。什么价值？比如说物质价值和情绪价值，前者是给我提供物质供给，后者是给我提供这种情绪上的满足。这两者是不一定非要针对某一个人才能够实现的，对吧？就是凡是能够给我提供更好的利益的，物质供给的，能够给我提供更好的所谓的情绪价值的，那么这些人通通都可以成为我的一个择偶目标。而在这里面一个重点是什么？是女性在生理层面，也就是说生育方面和基因方面是没有忠诚需求的，也就是她跟谁都可以生，哪怕她接触了一个人，只要那个孩子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，那就是她的。至于孩子父亲是谁的，重要吗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生下来之后，谁能够给她提供持续的物质补给，不是吗？当前很多已经怀孕的女性着急找男人结婚，让这个男人给孩子当后爹，说白了就是找个接盘侠，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为这个女人、这个孩子或者这个家庭找一个物质提供者或情绪供给者，恰恰也说明这一点。所以说男性在这方面是有天然的弱势的。因此在这里你要记住一点，你一定要洞悉人性，一定不能够对女人太上头，你一定不能够表现出来你要为了一个女人非常痴迷，导致你魂牵梦绕，魂不守舍。你记住了，既然女性在意的是情绪价值和物质供给，
你无非就给她展示2样东西就行了。第一，你有提供物质基础的能力，女性看到以后，她就主动靠近你。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要急于满足她，你如果满足她的话，就会有更多的奢求。同时，如果说你物质供给不够的情况下，你能够提供情绪价值，那你记住了，如果有调动她情绪的能力。否则的话，如果你要进入她调动你的情绪状态里面去了，那么你就必然会处于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个低位，你会处处被动。记住一句话，男人和女人相处时，一定要让自己处于情感高位，不要处于情感低位，不要轻易暴露你的需求感，否则你很容易被对方拿捏。所以说到这里，如果说你的情绪已经被这个女性的任何的一些反馈，或者她的一些情绪动作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，你会因此而感到焦虑了。其实你在这种感情当中，你已经是失败者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急于调整过来，否则的话，你这段感情已经是行将就木了，那就是最终这个女人会越来越看不起你。不要觉得我对这个女人多么好，多么用心，我要感动她，我只爱她一个人，我就是对她一个人这么上头。错误，大错特错。女性根本不需要这些，你这样做相反会让女人觉得你是个弱者，女人就觉得你怎么离开我，你好像就不行了。因此在这个阶段，她就会不断地把自己的身份拔高，然后开始俯视你，觉得你这个男人好像并不是那么强势。那么女性基因里本身是慕强的，那你如果表现出这种软弱的性格和这种被动的局面的时候，女人就天然的会看不起你。好了，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谢谢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留言，再见。